今天的比赛是在这3个旋转舞台上进行一场乐高终极讲故事挑战，3个舞台分别要放置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限时12小时。看弟弟这些漆的衣服就知道他是老2次元了。在这场很容易领便当的淘汰赛里，穿上了便当 T 恤，试图反奶自己。开个玩笑，上场比赛的结尾他们已经保送了，这一期可以小浪一波。身为大龙专家的他们这次想来个总结，做一只恐龙的一生。小恐龙诞生到成年后外出打猎，最后变成博物馆的化石。他们的龙的品种是异特龙，这被主持人 Hamish 抓到了狠装一波的机会。 Get ready for some dinosaur facts. They grew to be about 8.5 meters, didn't they? The fully grown adult on average? About that, yeah. He's so knowledgeable. How fast is it going there? It's like it's running between 30 to 55 kilometers per hour. Hamish is a bit of a dino nerd. He is. He's surprisingly knowledgeable. Justin Henry. 第一幕里，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龙仔就这样在夜晚诞生了。第二幕，小龙长成了巨大的异特龙，它是陆地上的恶霸，吓跑了身边的小恐龙。最后幕，相同的姿态，不同的环境，恶霸在无数年后得到了惩罚，被人挖了出来，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员工。左右两边的画正是前2幕的缩影，右边的恐龙画也太抽象了，但我竟然认出来了。兄弟组这次依然是没有瑕疵的发挥。 First scene here, when you saw that egg with the eye on it piece in the brick pit, have you been waiting to use that for a reason? Yeah, I've thought about using it for like an egg for something for a while, but yeah, dinosaurs just It really just looks like a dinosaur. 我觉得如果第2幕的天空里加一点末日来临前的征兆，洪水陨石之类的，可能第3幕揭晓时会更幽默一点。对于胡子小哥这组来说，今天的比赛基本等同保送题。他们不仅对这种中小场景的搭建极为擅长，同时身为电影人，设计3幕剧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打算讲述一个努努与特朗普的悲剧版本。第1幕，小男孩创造了雪人；第2幕，和雪人玩耍。 Guess what Act 3 is? Does it melt? Yeah. 他们先做出来3个部分的场景，整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但 Brickman 点出故事的重心在于第3幕。第3幕的氛围沉重，怎么用乐高砖块表达呢？故事原计划是做男孩站在一滩水旁的场景，但这种收尾过于平淡，他们想营造一种更加忧郁且高级的意境。 But that's really hard to do. Yeah.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use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o get the feels. 比起故事性，他们的作品更多在强调感受和心理的东西。第1幕，初雪时，小男孩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高的雪人，雪人成为了他的新朋友。第2幕，不知道是男孩的想象还是真实，雪人活了过来，陪他度过了一整个雪季。最后一幕，春天本是温暖的季节，如果主角不是雪人的话，男孩搂住自己的好朋友，在相视中，小雪人一点点融化。情绪推至高潮的第3幕中，主角们的面部表情至关重要，但他们让2个角色对视，避重就轻的搭建选择，反而让观众更能读懂情感。 There's a trait to your Lego models. There's a habit forming. It's polish. The way the skies blend in, the fact that there's snow, even the scale of the trees in this, I think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You should be really proud of yourselves. Well done, guys. It was entirely positive. It was some of the best feedback we've gotten in the competition. 姐妹组设计了应该是还原了社畜的愤怒。他在办公室工作，受够了枯燥的任务，掀翻了桌子，然后直接跑到海岛度假去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最贴近现实的，实际上是这几个里面最离谱的。不过自信姐人如其名，给一向机智的主持人 CPU 都说卡了。 I think it's a bit more of a surprise than melted snow. Just quietly. I'm not saying our idea is better than Nick and James. I'm just saying it's a little bit less predictable. Gotcha. 他们准备在第2幕埋下一张海岛照片的伏笔，链接2、3幕。问题在于他们的前2幕社畜工作和社畜掀桌子场景重复度太高，大部分搭建都可以 Ctrl+CV 完成。Brickman 过来提醒，让他们思考这个故事是否足够吸引人。自信姐这时开启了屏蔽模式，选择无视 Brickman 的建议。 When Brickman gives you advice, you always try to really contemplate it and take it on board. 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back yourself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story and he can't. I'm not worried at all. 不听话还能走这么远的，可能只有他们了。来看看他们这次的作品还能不能挺住一期了。他们故事的画面基本不需要旁白，第1幕就是照镜子一般的社畜生活，右边的挂历上是放假倒计时。第2幕在马上要下班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了了，难办。最后一幕摆脱了996的枷锁后，他终于快乐了。他们的小细节处理得不错，办公室的插线板、日历上挂着的笔，对于只有3幕位置来讲述故事的条件下，
第一幕显得占用了太多的空间，变得多余了。如果把第二幕当做第一幕，对故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处理选择，就是把多余的第一幕放在最后，故事突然就真实了很多。看着这3个空白的舞台，欢乐组完全不知道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I've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it's elimination. We knew this coming in. 眼看1个小时过去了，不得不求助 Brickman， 说了几个灵感后，最终决定做骑士和恶龙的故事。骑士准备去屠龙，最后和龙成为了朋友。也许是他们对自己故事本身的兴趣不够，带来不了更多灵感。在比赛仅剩2小时时，他们的底板还是空白，远大于内容，尤其是背景的描绘还只有一些大色块。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ave us is if someone has missed the brief or misinterpreted the brief. 在时间截止前的完成度看起来依旧不足。第一幕中，骑士骑着马踏上了征途；第二幕遇到了一只赤色的恶龙，龙看起来有种脑干缺失的美。继续往下看，最后幕骑士和龙成为了朋友，正在一起野餐。 Another dragon abused for its fire-producing abilities. 虽然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但也很明显的，这不是一个完成品。骑士的眼睛、背景的天空，这几处都透露着他们的时间不够，也更没有时間润色细节。 What I'm pushing for, guys. Yeah, great stuff. Great job. 友谊组准备在这3个旋转剧目上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小时候男孩们一起玩飞机游戏，长大了2个人都成为了飞行员，最后一幕只剩下1个人了。 Oh, Caleb, are you okay? What's happening? Oh my God, Caleb, what's wrong? His best friend. 即将进入半决赛的关头，时间越往后压力越大，手忙脚乱就会犯一些小错误。 You know how you've done them with a flat edge and then the hump? Well, all the humps should be on the same side, shouldn't they? 他们的第3幕是蓝色飞行员一个人怀念队友的场景，评委建议他们把队友的头盔更靠近飞行员，然而时间只剩下20几秒。来看他们的最终处理。第一幕，小红和小蓝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正坐在家里玩飞机游戏，架子和墙上都摆着这个贯穿他们一生的线索。第二幕，2个人长大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飞行员，朋友成了队友，做大凸显人物，神态动作看起来意气风发。 Red Man, yeah, it's no longer with us. Yeah. 色彩渐变的落日增强了故事感。 Quietly confident that we've done enough to secure a place in the finals. 下一期就是半决赛了，这次比赛没有胜出队伍，只有淘汰队伍。最后站在被淘汰队列里的自然是2个不够出色的作品：欢乐组的骑士龙和姐妹组的社畜梦。欢乐组发挥一直不够稳定，这次刚好又是淘汰赛，这次姐妹组论作品还是要好上一些的，所以欢乐组最终没有进入半决赛。 Ant-Man, our greatest hits. Pretty good. 下一期 You have made it.